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快要过年了，今年情况比较特殊，各地都在倡导就地过年，可能有很多朋友呢没办法回家和亲人团聚了。过年回家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我们对家的眷恋在世界文明里面呢都是很独特的。中国人对家的情感其实它是能升华的。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叫家国天下，咱们中国人从眷恋小家能够升华到眷恋国家。在国家的高度，还可以以天下的观点，来思考事情，这是咱们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虽然是从就地过年开始引发但是呢，更多的说一说家国天下。这个话题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说的言之有物。通过分析呢，咱们就能更深的理解为什么所有的古文明都灭亡了，只有中华文明能够流传至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勤劳能干？中国人团结起来就像一个人一样，但是中国人的内斗，全世界都有名一盘散沙。这么矛盾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未来我们的文明会怎样发展？还是从过年不能回家开始吧。现在已经春运了我今天还到郑州火车站看了一下，以往这个时候都已经就很多人了，但是现在来看，好像春运没开始就结束了。不能回家呢，分两种，有些人呢是想回家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根本就不想回家，原因也很简单，回家之后呢，催婚、催生，跟别人比工作、比收入，心里烦。但是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建议朋友们回家。家是咱们永远的眷恋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勤劳肯干？其实就是想让家人过得好一点这和西方国家那种观念截然不同的。世界上以华人为主的经济体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加上新加坡，这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基本上都过得还可以。这说明中国人很勤劳。海外华人在当地的族群里，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富裕的我们这种勤劳肯干呢，就是源于对家族的付出当然，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对家族也很眷恋你像西方在历史上大一点的家族还有族徽呢。现在发达国家，你如果想让一个工人周六加个班吧，他是不愿意的。他说我要回家陪家人。西方的家庭观念呢，往往就局限在家庭了，但是咱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它会升华的，在特殊的时候会自动升高到国的高度。家国是一体的，就像去年的疫情正严重的时候，去年现在呢，武汉是封城的咱们全国人都基本上在家隔离。隔离肯定是不方便但是我们的脑海里边会很自然的产生一句话，没办法，为了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样想的，当然也有一些特例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些比较不听话的如果被舆论曝光之后，全国人民都是谴责的，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对吧？为了国家，这是一个社会的主流。你像这种观念的转变两个维度自动切换，这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是天然而有的东西，它不需要你去教育，更不需要强制，自然而然就会有。西方呢没有，所以呢，疫情在西方控制不住，它是有原因的。这种家国观念使中国人团结的14亿人就像一个人但是中国人始终都这么团结吗？肯定不是中国人内斗的厉害。一个中国人是条龙，3个中国人就是一条虫我们有些朋友出国就更有感触了。你人在国外，老外不一定坑你的往往就是同胞。一个村子里边为了争块地、争点水，两姓人家打架，这事儿多了。那中国人在微观上为什么这么不团结呢？这和我们的历史也有关系咱们农耕时代太长，往往是家族为单位，为了争点资源内斗的比较厉害。都说中国地大物博，地是很大，但一点不博，我们人太多了。西方历史上如果说几百个人、上千个人打一架，那了不得了，史诗级的战争都要载入史册了。中国人一看，不就2个村打一架吗？仅此而已。在我们的历史上2、3千年前，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厮杀比比皆是我们的人太多所以肯定内斗的也比他们厉害。
但是，一旦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候啊，总是有很多人能够自动的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位啊，总是有人前仆后继的舍小家为国，这是中华民族长盛不衰、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到今的根本原因。当然，在历史上，我们内斗悲惨到何种程度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喜欢看书了，有时间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呀去看一看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把中国人的懦弱、内斗一盘散沙描写的淋漓尽致。这本书的背景就是日本侵占了北平的时候，一片四合院吧，什么人都有，有抗日的青年，有汉奸，有伪军，有教书的，有做生意的，有天桥杂耍的，有收破烂的，有拉黄包车的，还有混混。你说这些人呢，他怎么团结啊？为什么团结不了呢？我分析了好长时间啊，它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呢，就是组织啊。万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组织的方法。如果说在同样的组织力量之下呀，把中国人团结起来，成本是最低的，效果是最好的。我来举一个例子啊，1949年，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啊，已经被打得丢盔卸甲了，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但是呢，一旦加入到人民的阵营，2年之后，1951年就能在朝鲜战场上正面硬刚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这在人类历史上这种转变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中国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组织之后啊，中国人天然的就会这种把家上升到国的高度，这种思想就出来了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其实不光是中华文明啊，只要是在中华文明范围内的一些藩属国也有这样的觉悟啊。比如说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呢，民众就把自家的黄金捐给国家，度过金融危机，这也是家国情怀。举个再极端一点的例子啊，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啊，2次大战的时候，一些日本少女心甘情愿的去当随军慰安妇，出卖肉体支援侵略战争。你说它是家国情怀吧，也扯得上，但是日本把这条路给走偏了，走上邪路了，这就不说了。对于其他的文明来说，这种情况也有，但是明显比不上中华文明圈。刚才我说的是从家上升到国，接下来我再说一个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层次，那就是天下。这个精神层次只在中国有，而且呢是必须是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才有，日本、韩国、越南都没有。天下这个概念呢，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啊，就是2002年的时候，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叫《英雄》。李连杰饰演了一个刺客叫吴明，他是赵国人，想去刺杀秦王。秦国和赵国之间血海深仇啊。为了刺杀秦王，吴明练了10步一杀。但是你要接近秦王10步，你得有凭证啊。去找3个剑客，长空、残剑和飞雪，借他们的兵器。找到残剑的时候，残剑就劝吴明不要刺杀秦王，并且呢，给吴明写了2个字啊。吴明呢就放弃了，甘愿自己身死，也不再刺杀秦王了。这2个字大家都知道，天下。就站在天下的高度，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呢，也不值一提了。这就是咱们中国人人文观念啊，天下。天下什么含义呢？咱们古人认为啊，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像一个锅盖，地是方的像一个棋盘。锅盖照在棋盘上，还有一些地方照不到啊，这4个地方就叫四海。这块土地就是四海之内。中国在哪儿呢？天下之中。中国的统治者是天下共主，那周边的地方就是蛮夷嘛。你混得再牛逼，最多称个王，这就是中国的天下观。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外国人说中国呀不是一个国家，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这句话说的对，我们的老祖宗确实没有国家的观念。我们的文明从刚起步，它的目标就是星辰大海，目标就是天下。天下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老祖宗没说，但是最低它也是中华文明所覆盖的地方，都是天下。
那往远处看就是全世界了呗，对吧？你了解了这之后呢，你就会明白啊，现在咱们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那这个理念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能提出来呢？别的国家不可能提出来的，它基因里边就没有这种因素啊。我们从2000多年前，孟子曾经说嘛，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2000多年前，我们学习孔孟之道、诗书礼仪的时候，西方文明还在钻山洞，在树上当猴子呢，起点根本就不一样啊。所以说呢，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只有中国人能提出来啊，未来也只有中国人能够实现的。你了解了这一块之后呢，你就会明白啊，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主流思想肯定是西方的文明，但在历史的长河里边，它注定是短暂的。西方文明呢，之所以领先，原因是他们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了啊。西方率先实现了大航海、工业革命，但是我们要知道啊，科学技术它是能追上的。100年追不上我200年，200年追不上300年，总有一天我是会追上的。但是在哲学和精神领域，不是说追上就追上的，这玩意儿胎里带出来的，你上哪儿追去，对吧？所以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啊，就是中华文明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没有之一啊。在哲学和人文领域，要不然你就解释不了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都消失了，唯有中华文明能够流传至今呢？所以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啊。但是到最后呢，我还是想说一下，家国天下，它的根本还在于家。很多朋友呢现在不想回家，我用一句话送给你。当我们在外面拼搏啊，谈起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外人关心的都是你这份工作能挣多少钱，对不对？你有没有上升的空间？唯有你的家人才能问你一句，你干这份工作累不累呀？最后呢，祝愿所有的朋友和您的家人春节快乐。